原以为金秀贤塌房是韩语地震，没想到居然是全语地震。上周金秀贤为了贡献更多的黑料，居然还专门开了现场记者发布会。他在发布会脸上画着连带下眼线的精致全妆，猛灌水猛掉泪。发布会开到一半，居然还忘词翻稿。由于现场不允许提问，记者们被气到无语，事后怒发金秀贤现场特写照。鼻头掉粉，舌苔厚重，面流白汤，澄清内容无人在意，避雷粉底液牌子倒是成了热议。再看 G 社所发生图，是不是有点像吃火鸡面被辣到的样子？说回到记者会本身，金秀贤依旧对其所作所为造成的恶劣事实拒不承认、不道歉，反而持续性狡辩。面对关键性指证，咬死不承认，在恋童这一严重性问题上选择忽略，闭口不谈，甚至最后还倒打一耙，半委屈索取120亿赔偿金。面对持续性输出败类行为，这回连网友们都不干了，连夜做出来自假惺惺的你手账周边，让我们来一起欣赏一下吧。另外还有跨国执法读 ID。 김수현, 네 마더 삐야. 김수현, 네 마더 삐야. 等等，这是韩语吗？为什么我能听得懂？果然还是整治恶人时，中韩人民才最团结。关于金秀贤如何与未成年金赛纶发展成男女实质性关系，骗到自己经纪公司后又如何不给报酬，冷暴力分手，言语威胁，女方酒驾事件后更是推卸责任，落井下石，导致金赛纶负债累累后，他却仍不断发律师函催债，致使女方求助无门，精神崩溃，最终选择在金秀贤生日当天自杀离世的所有事件的起因、经过，我都已在前面的一期视频中有逐一的梳理和细盘，本期就不再赘述了。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选择自行观看。本期呢，我们主要来聊聊在金秀贤事件中助纣为虐的诡异 NPC 无良记者李正浩。3月31日，演员金某的看家好狗，当初网暴金赛纶近3年的娱乐记者李正浩，被韩国警方勒令禁止在网络发布任何金赛纶相关的内容。警方此举是因为李正浩涉嫌违反了跟踪犯罪处罚法，持续对金赛纶本人及遗嘱进行骚扰。作为金秀贤塌房事件中的重要 NPC， 娱乐记者兼油管自媒体，李正浩被指控和金秀贤同流合污，在女方酒驾事故以后，持续性追踪骚扰金赛纶的私生活，大肆宣扬金赛纶为了舆论摆拍打工，跟朋友们喝酒聚会打牌。在逝者生前，每次李正浩在频道爆料金赛纶的所谓黑料，还未经查证就立刻被各大媒体转载传播，这也导致了女方生前被多次网暴，做出20多次极端选择。就在2月16日女方去世之后，李正浩迅速删除了所有给金赛纶泼脏水的视频，但仍然在金赛纶父母给女儿办丧事的时候不断的打电话骚扰金父。金赛纶家属对李正浩是受金秀贤方指使给女方泼脏水的指控并不是空穴来风。首先，金赛纶在酒驾事故前已经在韩国沉寂许久，根本不算一线女星，她的私生活也并不能给娱乐记者带来多少的商业价值。围观一下李正浩以前的爆料视频，他是一个喜欢追逐热点流量明星的人，追踪过演员南柱赫疑似校园暴力事件，金宣虎和前女友流产纠纷事件，还有女团 G-Friend 本月少女 50/50， 包括现在的 NZG 和公司的合约纠纷事件。李正浩很少时间紧咬一个明星祖籍，花2年多的时间专注挖金赛纶这个早已不红的明星的黑料，更是不符合他的爆料习惯。所以很多人怀疑李正浩爆料金赛纶必然是利益导向，或者是背后有高人指点。根据2023年韩媒发布的一篇引用大数据企业分析的报道，金赛纶因酒驾事故道歉以后，韩网的相关搜索量一度降至1万次以下，但由于李正浩持续发布的泼脏水视频，关于金赛纶各类争议的搜索量又反弹了8倍。另外一个很诡异的地方是，李正浩在金赛纶生前就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监视矩阵，对金赛纶的私人住址、打工地点一清二楚，还能买通金赛纶周边的亲密人士，源源不断的给他输送抹黑女方的图片、聊天记录、录音，甚至在女方去世之后，不知道通过何种手段弄到了家属的手机号，谎称自己要去金赛纶的灵堂吊唁，但是找不到路来对家属进行套话。
第3个疑点就是李正浩作为一个仅在朝鲜体育和 CJ 娱乐部门工作过的普通娱乐记者，是如何让各大韩媒对自己无凭无据的爆料一呼百应。自2022年11月，他发布第一则抹黑金赛纶的视频，到金赛纶去世之日，基本上他空口无凭说了什么，各大韩媒就不经事实核查，立刻转载。此类媒体矩阵不但误导了大众，也让被害者的心理不断的崩溃。综上3连诡异之处，也让大众怀疑李正浩和金秀贤方以及更厉害的韩娱资本有所勾结。韩媒总结过李正浩的爆料风格，简而言之就是完形填空，欲盖弥彰，引人遐想，浪费时间引导众人猜测，只投放诱饵而不直接回答观众的问题，故意让观众胡乱猜测，变成谣言的制造机。3月19日，就在金秀贤方通过媒体透露正在寻找金赛纶的生前好友以及前经纪公司人员进行事实求证之后，李正浩当晚就打了一个配合，在频道中发布了一段信息量极大且没头没尾的录音，称这段录音录制于1月8日，对话双方为经纪人 A 某和金赛纶本人。就在1月6日，金赛纶在 ins 上发布了一组和一素人男士的情侣照片后秒删，照片配文 Marry。而李正浩公布的这段录音，大概就是经纪人 A 某就情侣照一事和金赛纶的协商录音。录音全程，经纪人 A 的声音被严重的变声处理。그거 제가 올린 게 아니라 남자친구가 올렸어요。不看李正浩配的字幕，有些话根本难以听清，且金赛纶的回答全程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听下来感觉就是乱七八糟，答非所问。录音中出现的人物颇多，一会儿扯到了金赛纶前男友 B， 一会儿又扯到了金赛纶在纽约登记的丈夫，又提到2人婚前流产，丈夫用此事来要挟金赛纶结婚。丈夫喝酒后精神不稳定，经常和金赛纶起冲突，并且 ins 上发布的情侣照是丈夫擅自发的。听完整个录音，我脑海中已经冒出100个疑点了。经纪人 A 是谁？这个经纪公司是金秀贤开的金牌经纪公司吗？金赛纶为什么要跟经纪人说此类隐私话题？录音又是李正浩从哪得到的呢？假如录音属实，金赛纶又如何做到在1个多月内和纽约老公相识、相恋、流产、登记结婚呢？李正浩此举的真正用意，就是想让公众的注意点转移到和金秀贤完全无关的方向上，透露片段式内容，让公众不断的脑补，拼凑出金赛纶疯女人和不检点的形象，将对方死亡的责任完全从自己和金秀贤的身上拨开。而录音发布的当晚，李正浩又被国内网友锤爆发布录音疑似造假。有网友通过音频分析软件察觉到金赛纶的语句之间有非常多的剪切痕迹，且并非正常的白噪音。李正浩视频下的韩国观众也非常的敏锐，有质疑他是从哪得到的音频和金赛纶隐私信息的，录音是不是他自己 AI 合成的，也有说他在引导舆论偏离金秀贤重点。更有韩网友直接锤爆说，如果录音中的经纪人是来自金秀贤公司，那么这只能更加佐证金秀贤和李正浩有所勾结。李正浩第2天也注意到了舆论导向对自己不利，着急忙慌地编辑了原视频，说录音中的经纪人 A 和金秀贤毫无关系，是金赛纶在脱离金牌公司后加入的新公司，又说自己只是剪辑了录音中的留白，并没有对对话内容进行编辑。李正浩这个给视频加免责声明的骚操作，简直就像开着大喇叭对网友喊我和金秀贤是一伙的。但这位经纪人 A 某后来又被扒出，确实并非金秀贤公司的人，他是经纪公司 RAN 娱乐的郭泰勇理事。此人之前和李正浩关系非常的亲密，2人亲密关系这一点也被后来接受采访的 RAN 娱乐公司老板证实。他称郭泰勇理事是个疯子，好像被金秀贤经纪公司买通了。事到临头的郭泰勇暴露之后，称自己从未向李正浩提供过录音，随后私密掉自己的社媒账号后失联了。3月20号，李正浩又追加了自称是金赛纶生前挚友 B 某的录音，挚友 B 某的录音也是被后期处理到雄词莫辩。B 某称金赛纶痛苦的真正原因都是因为纽约的那个丈夫，金赛纶被丈夫殴打。这条录音录制于2月16日，也就是金赛纶去世当日。这位挚友 B 某为什么不仅没对朋友的去世感到痛苦，还能从容不迫地跟朋友的经纪公司对话，全程淡定如同在念稿呢？实在是迷惑。本来那几天金赛纶方并没有打算放出什么新料，金秀贤的负面舆论看似也在慢慢的平息，可没想到李正浩这个猪队友这时选择参团给金赛纶泼脏水，直接让韩网论坛又骂了金秀贤几千层。3月25日，韩媒 The Fact 发布独家报道，邀请金赛纶前男友登场。由于这位只交往了1个月不到的前男友自称没有人比他更了解金赛纶，
我们就叫此人为董哥吧。董哥向记者透露，金秀贤完全是冤枉，金赛纶的死完全是因为纽约丈夫的暴力和金赛纶的家属长期无视女儿的精神状况，甚至不帮忙支付女儿的就医费用，并且董哥还公布了疑似金赛纶的自残图片，以及自己和金赛纶短信对话截图。金赛纶的纽约丈夫威胁自己的短信截图，董哥甚至手写了保证书，确认自己没有说谎。但是从这个签名的时间点来看，报道是3月25日上午10点定时发出的，保证书竟然也是在3月25日当日写的。看来这个董哥和记者都非常的着急。之后又有很多韩语专业的同学分析，这个保证书从格式到字迹都有很大的问题，可以判断此人书写的时候非常的着急，像是在对着一篇已经措辞好的文章抄作业。更乌龙的是，写这篇报道的记者第一次发布文章时忘了给聊天记录图片里的人名打码，这下直接把金赛纶前男友的名字给暴露了。此人叫李灿熙。李灿熙是一名演员志愿生，之前演过一些龙套角色。金赛纶方正是李灿熙，此人有个明星梦，曾多次请求金赛纶让女方帮他正式在娱乐圈中出道。这时有细心的韩媒发现，为什么20号录音中的金赛纶挚友毕某和25号记者采访中的前男友李灿熙，这两人的回答话术、证词、语言习惯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莫非这位挚友毕某就是前男友李灿熙假扮的？这位前男友的话术在后面被韩国艺人自杀预防协会会长全英灿给反驳了。针对李灿熙说金赛纶父母不管不顾女儿送医，治疗费用全由经纪公司承担这种言论，全英灿表示，据他所知，金赛纶20次自杀送医，有18次都是由母亲陪同在旁。母亲在金赛纶失业以后也出去兼职做代驾，而治疗金赛纶伤口的诊疗费用每次大概在20至40万韩币，也就是1000到2000块左右。而金赛纶之前的医保也可以覆盖掉这些费用。但11月1日，金赛纶又自杀了，这回医院事先通知了他的经纪人，也就是之前录音中的经纪人 A 郭泰勇。在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郭经纪人竟然从金赛纶的医保中提走了540万韩币，约2万5千块钱。这个费用远超于正常的治疗费用。当家属才发现这件事，想去追问经纪人这么多钱花在哪里了，经纪人郭泰勇却失联了。25号这天还发生了一件大事，李正浩想要说服买通金赛纶生前友人，这件事被现场抓包。故事的起因是一位自称保持中立的金赛纶友人说要和金赛纶方记者在当天会面，但到了原定的时间，这位友人却失联了。原来是李正浩在这期间也在不断的说服友人为自己提供有力证据。于是多找了一个心眼的友人，就在同一天同一个时间相近的地点和李正浩约见了面，并偷偷录了音。对话进行到一半时，被满街找人的金赛纶方在现场抓包。从现场录像来看，李正浩被抓包的时候大惊失色，而友人的录音随后也交给了金赛纶方，成为了证据。舆论的接连不利让金秀贤也被迫取消了原定于3月底在高雄的粉丝见面会，说是出于安全原因的考虑。在接下来的2天，接连又有新英雄入场。一位自称是金赛纶真正的生前闺蜜的女士接受了金赛纶方记者的采访。虽然路人无法确认这位闺蜜到底是不是真的，但至少她全程用了真声，并且采访录音没有剪辑痕迹，也没有什么明显的逻辑漏洞。真闺蜜称，金赛纶和前男友李灿熙交往时间非常的短，大概只有1-2周，并且李灿熙的性格非常胆小，怀疑她是受到了什么威胁才向媒体说的这些话。真闺蜜还有一条证词，说金赛纶痛苦的原因，金秀贤占70%，李正浩占25%，纽约丈夫可能只占了最后的5%。金赛纶纽约丈夫也接着下场，他没有出面发声，而是通过金赛纶方的记者发布了一则澄清文，澄清自己没有对妻子施加暴力。从11月认识金赛纶到2月之前，两人只见过4次面。对于这段闪婚，两人都有些后悔，原本计划低调处理婚姻无效的流程。丈夫澄清自己也没有监视金赛纶，关于怀孕的说法也不属实，如果有必要，愿接受警方的调查。作为纽约丈夫，也有诸多迷惑的地方，比如说他为何拿着一张法律效力存疑的结婚申请证明2个人的婚姻关系，以及他还回避了一些别的问题，比如金赛纶父母到底知不知道两人的婚姻情况，金赛纶社交媒体上的结婚照到底是不是他强行发布的，曾经的妻子去世了，为何之前一直沉默，现在才出来发声。当然，纽约丈夫的这些疑点和金秀贤与未成年恋爱、多次向女方发律师函逼债这条主线无关。纽约丈夫还公布了1月份两人决定结婚时共同撰写的誓约书，以及2月份两人决定分开以后金赛纶写给丈夫的信。从信中的措辞来看，金赛纶此时的精神状态非常的差，自毁倾向已经十分明显。
但是对丈夫的态度并没有抱怨，而是对婚姻走不到最后有些许的惋惜。在丈夫出来发言之后，更多的爆料接踵而至。为金赛纶守灵的其他朋友接连出来接受韩媒采访，透露金秀贤和未成年金赛纶交往时还频繁的出轨，让金赛纶非常痛苦。自媒体记者李正浩的下场虽然是彻底把水搅浑了，引出了一大堆的人物，绕晕了吃瓜看客们，但他此举也是彻底的激怒了金赛纶的家属。家属方代表律师在27号下午召开了第2场记者会，公布了2016年6月24至26日金赛纶和金秀贤连续3天的聊天记录。其中金秀贤发出的诸如睡觉、抱一抱等等很多诱导性言论，并且聊天记录里金赛纶发出自己的照片，跟同年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照片以及参加综艺主持的形象全部都对得上。律师还公开了金赛纶在去年收到金秀贤律师函后与朋友们的短信对话。短信中金赛纶称，金秀贤此举无疑是想让他去死，合同上写的是7对3， 30%的违约金应该由公司承担，但为什么所有的违约金都要自己来还？初恋对我这样，我的世界崩塌了。事后有部分金秀贤粉丝指控聊天记录是伪造的，他们称金秀贤早已注销了通讯软件，并且聊天记录中的头像是2020年演员公示照。金秀贤粉丝认为，当金赛纶的律师被问到聊天记录是否经过数字取证后核实时，他的回答支支吾吾，所以他一定是在说谎话。但是这些粉丝可能不知道，经过数字取证后的古早文本是像Excel表格一样毫无可读性的。金赛纶方口中的聊天记录 CG 重新制作过，是指为了发布会的可读性。一般发布人会在保持聊天记录文本不变的情况下，重新制作一个聊天对话的页面。正如之前低社撰写的各种爆料文章时的聊天记录一样，也是记者们重新制作过的，对话都是真实的，只不过并非是从手机上直接截图。如果如粉丝所言一切都是虚假的，那金赛纶的律师为何要顶着吊销律师执照的风险，当着几十家媒体做伪证，公布全然造假的聊天记录呢？金秀贤粉丝拿着金赛纶律师在回答记者问题时说话不流畅为理由攻击女方，这回旋镖实在是来得有点太快了。因为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金秀贤召开的媒体发布会上，他直接拒绝了一切记者的提问，全程念稿表演痛哭，看的那是国内吃瓜人迷惑，韩国机场大哥爆笑啊！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吧。